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沉香如屑陷入爱情里的两位神仙，颜淡的决绝，应渊的执念。在仙侠剧《沉香如屑》的剧情深入展开之际，观众的心也被牵引得愈发紧张。当剧情推进到情感的高潮部分，男主角应渊的一句真是疯了，如同冰冷的剑，刺破了观众内心的防线。这句简短的台词，不仅是他情感的爆发，更是对剧情转折的精准刻画。在这一瞬间，观众仿佛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与无奈，也让整个剧情更加引人入胜。我一直想以新颖的方式表达"真是疯了"这句话，而程毅在采访中的表述确实激发了广泛的讨论。这句话究竟是指向颜淡的情感纠葛，还是应渊的内心感叹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。然而，程毅自己的观点更倾向于这是一种普遍的情感状态，因为在爱情的漩涡中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展现出疯狂的一面。从观众的角度深思，我倾向于认为这句话是针对颜淡的。应渊自幼接受的教育强调情字之际，这既源于他的特殊身份，也受他母亲经历的深刻影响。因此，帝尊在培养他时，反复强调这一点，时刻提醒他要避免重蹈母亲的覆辙。这种教育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，几乎成为他生活的座右铭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充分理解了他的行为和思想。在这样的教育和环境熏陶下，他的潜意识已经被帝尊深刻影响，加上他的人生经历尚浅，难以对自己进行深层次的潜意识重塑。因此，我完全理解他，并认为他受到了特定环境和教育的制约。他始终坚守这一信念，无需他人提醒，自我鞭策已足够。实际上，我能够理解他目前的状态，但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思维灵活性，同时也减弱了他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和共鸣能力。我观察到许多人认为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，但实际上，他可能并未背负那么多。我认为，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思维方式的僵化。应渊肩负的重任，无非两点：守护安宁，避免重蹈覆辙。帝尊时刻在他耳边低语，提醒他不可动情，这是他的底线，也是他的责任。他深知，一旦情感失控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因此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和冷静，用坚定的意志守护着内心的安宁。安稳并不需要他时刻背负，那些所谓的沉重，源于他情感的涌动。他原本漠然处世，生活平淡如水，只沉浸于棋局与翻规的乐趣中。然而，当他开始投入情感，他的世界变得复杂起来。情感的涌动使他陷入内心的挣扎，焦虑与不安开始占据他的心灵。这一切的转变，都源于他的动情，使他背负了更多的责任与期待。经过长期的潜意识影响，他在某些事情上缺乏切身体验和共鸣。他不曾深入考虑对方的需求，也不清楚真正的痛苦来源。因此，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试图寻找避免痛苦的方法，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真正所在。当杨紫所饰演的颜淡跃身跳下桥梁，他的内心其实仍充满困惑。他在空中的一刹那，喊出了那句"你真是疯了"。他不仅是在指责对方，更是在质疑自己。他追问："你难道不知道那桥下藏着什么吗？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跳下去，你会魂飞魄散的。你为何如此决绝？你真是疯了。"这些话既是他对对方的责备，也是他对自己的反思。他跳下去的那一刻，心中的迷茫和痛苦并未消解，反而更加清晰。直到他脱口而出那句话，他才如梦初醒，对方真正追求的是什么，自己竟然一直未曾领悟。他深陷于个人的思绪之中，未能洞悉对方的真实需求。
颜淡的执念源于他曾经拥有的美好希望与梦想，而现在的境遇却是将他们全部打破。这种巨大的落差确实让人难以释怀。与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转变的人相比，我更能理解颜淡的感受。他所承受的痛苦和失落，让他难以走出忘川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毕竟，曾经的璀璨和希望突然化为泡影，对于任何人来说，都是一次难以承受的打击。然而，若从现实角度看，此举实在不值得推崇。古人有云：“闻君有二意，故来相决绝。”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，其实从未真正值得我们如此挂念。无论是对自己的折磨，还是对真正关心我们的人的伤害，都是一种不必要的牺牲。我们应学会放下，让心灵得到解脱，去追寻那些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。我注意到有人将电视剧《沉香如屑》中的应渊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东华帝君相提并论，但在我看来，他们两者截然不同。东华帝君身为天地共主，他的尊贵地位甚至连天君都要向他低头行礼。他之所以没有坐在天帝的宝座上，只是因为他更喜欢逍遥自在的生活，而应渊却是一个受到严格教育和管束的角色。他们两人之间的性格和经历有着天壤之别，这样的比较岂不是毫无道理？